此时的年轻人终于松了口气，欢天喜地地挂了电话之后，便转身走向了叶晨与郎红军两人。此时的年轻人并不知道，刚才他跟上面打电话汇报的全过程都被叶晨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叶晨一方面惊叹于这个组织的警惕性，一方面又不禁感叹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如此周密的计谋与谨慎的行事显得毫无意义。饶是他们如此谨慎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无论他们有多聪明多谨慎，都逃脱不了被团灭的下场。那年轻人却不知大难临头，还以为郎红军这是买一送一，笑呵呵地回到两人面前，笑着对叶晨说道：你的运气是真的好，我们平时招人都是很严格的，不但要提前提交资料，而且还必须经过严格的体检，才有上涨的可能。不过这次我们船马上就要出海，刚好还缺一个人手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回去面试一下，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上岗了。叶晨故作兴奋地问道：那咱们这个海员月薪能给到多少？年轻人笑着说道：5到6千美金一个月吧，具体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及出海任务完成的效率。好，叶晨乐呵呵地点头说道：听着不错，先干着吧。年轻人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咱们就赶紧走吧，从这里去恩塞内达港口还有差不多100公里路。两人爽快答应下来，于是便在年轻人的带领下来到机场外的停车场。三人来到一辆雪佛兰皮卡跟前，主驾驶上已经坐了一个棕色皮肤的墨西哥男子。该男子5大3粗，满脸横肉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年轻人拉开副驾驶，转身对叶晨和郎红军说道：这就是咱们公司的车，司机是咱们公司总经理的保镖，墨西哥不怎么太平，就得靠保镖镇场子。你们别看他一脸横肉不像好人，其实是个挺热心的老墨。那墨西哥男子看着两人，脸上挤出一个笑容，随后拍了拍自己鼓鼓囊囊的腰部，笑着说了一句西班牙语。一旁的年轻人翻译道：他说欢迎你们来墨西哥，他兜里有一把格洛克17，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。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，一旁的郎红军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便连忙说道：麻烦跟他说一声辛苦了。年轻人微微一笑，用西语跟对方打个招呼，便对两人说道：你俩坐后排吧。叶晨与郎红军一左一右上车，坐进后排，随后那墨西哥人便驱车离开了机场。车上年轻人侧脸对叶晨和郎红军说道：你们最好现在就给家里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报个平安，因为墨西哥这边的基础建设不是很好，一会儿咱们离开市区往恩塞纳达开的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信号了。郎红军不觉有诈，赶紧掏出自己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报了个平安。年轻人见叶晨没打电话，便忍不住问他：哥们儿，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？叶晨笑道：我来墨西哥谁都没敢说，像我这种人最忌讳的就是跟家人联系，一联系就容易出事儿，还是不说了。年轻人一听这话，笑着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他之所以让叶晨与郎红军先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是因为他的车里装了信号屏蔽的设备，一旦车出了城，他就会打开屏蔽设备，以此来防止信号基站记录下两人手机的行动轨迹。因为所有的手机通讯都要依靠地面的基站，而大量地面基站相互交叉覆盖，形成了城市中几乎没有死角的通讯范围，手机会在多个基站中自动适应信号最强最好的那个，然后与其建立连接。而当手机不断跨区域移动的时候，手机会一路搜索信号最好的基站，在多台基站之间不断切换，如此一来，基站也会记录下这台设备接入的信息。如果想用手机来追踪一个人的行动轨迹，
只需要调出他的手机与基站的接入时间与具体信息，就能够锁定一个相对准确的路线图以及相对精确的范围。如此一来，犯罪分子巢穴的具体位置就会暴露出来。所以这年轻人刚刚才故意假称墨西哥的基础建设不好，以此来为接下来屏蔽信号做铺垫。有了这个提前的预防针，到时候两人发现手机没有信号，也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。皮卡离开机场之后便一路南下，当车开出约莫10几公里远的时候，年轻人不露声色地伸手在副驾驶座椅下方摸了摸，打开了里面一个隐藏的开关。这个开关便是信号屏蔽设备的供电开关。按下之后，这辆车周围5米范围内的一切信号都会被完全屏蔽，不但接打不了电话，就连卫星信号都接收不到。郎红军一路跟叶晨聊着天，同时用手机跟老婆聊着微信，可聊着聊着，手机信号忽然变成无服务，他一下有些诧异，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哎呦，这么快就没网络了？”年轻人随口笑道：“嗨，这在墨西哥太正常了，在墨西哥这种地方，只要你出了市区，手机基本上就没什么信号了。”郎红军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后将手机放了下来，看着窗外荒凉如沙漠一般的地貌，问叶晨道：“老弟，你从美国到墨西哥来，有没有感觉到落差？你看这外面荒郊野岭的，跟无人区也差不了多少了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我这个人是配性其实是很强的，你今天让我住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，我也不觉得激动。你明天让我在荒郊野外搭个帐篷，风餐露宿的，我也不觉得难受。”郎红军笑道：“你这种性格好，你这种性格就是标准的乐天派，到哪儿都能最快速度适应。”是，叶晨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我这么多年也算什么日子都过来了，不敢说见多识广，但最起码也能做到宠辱不惊。”郎红军竖起大拇指，称赞道：“我要是能像你这么洒脱就好了。”说着，眼睛瞥向远处，当他在远处的旷野里隐隐约约看到了什么之后，他的眉头忽然皱了皱。随即他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摆弄了一下，表情变得愈发凝重，甚至还有了几分紧张。叶晨用余光发现了郎红军的变化，他还看到郎红军小心地打量着那个开车的墨西哥人，心中不禁暗忖：这个郎红军该不会是发现什么端倪了吧？正如此想着，郎红军拿起手机，在上面按了一阵之后，递给叶晨，笑着说道：“老弟，给你看看我儿子的照片，长得可帅了。”叶晨低头一看，他递过来的手机屏幕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照片，而是一行字：“老弟，这小子有问题，咱们可能上当了。”